但美中对抗里头，除了军事上这种喊话秀肌肉之外，其实经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经济这一块哦，被说是东方星巴克。在中国大陆，本来星巴克是非常有占据强大的市场占有率的，但现在中国茶饮业黑马被说野心大，霸王茶姬叫战星巴克。这个新的中国的茶风的品牌呢，现在2024的总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00亿人民币。定下今年目标是准备要超越星巴克中国，再一个200亿吗？或再一个100亿吗？那其中有一项热门商品叫伯牙绝选呐，我是没有吃喝过，不知道赖老师有没有喝过？在2023年直接销售了2.3亿杯，这也太厉害了，已经超过了星巴克在中国的51亿。因为如果到大陆去看到这星巴克在当地的市占啊，或者是这个店头之大，真的都是比台湾都大非常多倍。那这样的市占现在马上就要被超越了吗？魅力尽失，或者是比金融海啸还糟吗？这个是很多的分析在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尽办法想要在地化，可是有没有用？看看这一杯，你敢不敢喝？红烧肉拿铁，为了要救咖啡帝国，在中国大陆推出红烧肉拿铁啦，然后就把这个红烧肉放到这个咖啡里面，想要创造不一样的口味，结果想不到，它第一季的财报是因为中国市场大跌了11%，整个拖累，利润都很差。那推出这个红烧肉拿铁呢，把猪肉、酱油、咖啡、牛奶通通摆在一起哦，然后卖多少钱？人民币68块人民币耶，这么贵，所以大陆网友都不买单嘛，就说这个实在一片猪肉干贵30块，我自己家好了，实在是吃不起、喝不起，或是没有吸引力。那所以因此受到了冲击。其实中美的制裁呢，互不相让，现在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昨天，中国大陆宣布要制裁的这些15家军工产业的企业跟企业家之外，美国也是301大刀，说要挥下去了怎么挥法？8月1号开始，美国要加大关税的控制，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多，包括了电动车、电池、电脑晶片、医疗产品等等，一系列非常多。这非常大幅的增加关税的部分，8月1号就要生效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说法是说，加征关税理直气壮，原因在于中国偷窃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吗？当然，中国要反制的制裁也还没有结束。波音呢，有一件事情就恐怕成为一个制裁的重点目标，因为中国商务部宣布要制裁美国波音防务啊、太空安全集团啊、通用这等等的汽车等等的公司。但这一件事情是波音连交机都不断的延宕。波音呢，现在路透社报道说，跟中国客户协调新的交货时间，主因是中国监管机构正在对波音的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电池进行审查。听起来驾驶舱的记录语音有什么有问题吗？因为它有一大堆可能的问题，最近出了太多的波音系列的飞机出状况。那么最新的缺陷传出来，居然是这个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布的。他说，波音777啊存在一个很致命的缺陷，这是有官方公开发布的消息。他说，影响了将近300架的系列机型，如果不处理的话会怎么样？这个引擎会爆炸，这太恐怖了吧？那波音就回答说，是完全支持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废话，它能怎么样？是主管机关的建议，但是它会强制执行，不是立即性的非安问题，就是慢慢才会发生，不会立刻发生，不会立刻危险，这太可怕了。这个到底危险性这么高，会让官方直接这样发布，有没有办法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全球市场它还能不能活的重要问题啊。但我们看到了，在军演过程当中，日本的角色当然是美国拉在自己一起的同一边，但现在中日韩也要马上就要召开峰会啦，而且李强就中国总理。预计5月26号、27号就要到韩国首尔去出席这次被高度关注的中日韩高峰会，这也是李强在接任了国务院总理以来第一次参加的会议。但在这之前呢，马上就有日本抗议火坑，说什么意思？这是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所说的。他说，如果日本呢把自己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日本民众将被带入火坑。那因此，日本众议员非常的反弹，还呼吁把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甚至驱逐出境。也就是说，日本跟美国站在一起，对于台湾的影响，他付出什么代价？现在要见面，但是也要互相的对抗，这个是一个未来发展
值得观察的地方之外，对韩国呢，那日韩之间的情节一直很深，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是为了 Line 社群软体上，所以引爆日韩情节又再一次，因为日本政府针对通讯软体 Line 要提出治安的要求，疑似还打算进一步控制 Line 的背后的经营问题等等，就好像美国想要控制 TikTok 一样吗？所以韩国共同民主党就批评，难道伊藤博文当初侵占的朝鲜领土，现在他的子孙要侵占资讯领土 Line 吗？就互不相让，因为这后面有很多大数据或者是各自等等的各种问题。现在日韩之间的问题也不小了啊。赖教授，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从经济面中美的对抗，日韩也一起拉进去了。我个人是认为说，美国的产品在中国为什么会越来越卖不动啊？除了两国之间目前在彼此之间对抗的越来越激烈以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整个国家形象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麦当劳也好啦啊，或者是你的可口可乐啦啊，或者是你的这个星巴克啦，什么东西你到中国大陆随便卖都卖得很好。那最主要就是说，以前美国的一个形象就是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国家，然后技术都是领先的。所以它就代表一种时尚，所以美国的产品都有一种时尚性，就觉得说大家会觉得会自然习惯认为说你美国的产品是比较好的，不管你的牛仔裤啦什么东西，只要是从美国来的，大家都很开心。那时候有一些例如说几十年前的时候，有一些亲戚回到台湾来看我们，带了一个从美国带来的，他就从美国带来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可是现在美国已经不再代表它的先进性了。它的技术也不再具有完全的领先性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就已经回到了更赤裸裸的竞争了。也就是说，目前你看，例如说你说太空站，中国大陆自己一个国家能够做出太空站，美国不行了；登陆月球，美国失败了，中国成功了啊。然后我们看到在高铁美国做不出来，中国大陆高铁做出来了。然后这个大的那种邮轮，日本做不出来，中国大陆做出来了。然后电动车，中国大陆现在在全世界领先了。你会看到，在很多的一个产品，中国的形象已经越来越代表技术先进了，或者是技术领先。那你在很多产品你有技术领先的时候，相对来讲，它就代表时尚了。好，一旦是如此的话，你想想看。星巴克怎么能够再代表它的时尚性呢？因为大陆的越来越多的这些连锁店，比如说瑞幸啦、新的名牌，它的整个装潢设计甚至产品都已经比你技术还领先，那你的东西就卖不动了。苹果被华为打得一塌糊涂，卖不动了；特斯拉也被比亚迪等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打得一塌糊涂，也越来越卖不动。然后你看到它的服务业都开始卖不动，所以卖不动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内部的保护主义，而是大陆的消费者已经对你的产品的这种时尚性，也就是你的技术的领先性不认为你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你就不代表时尚。现在你看法国还有一些名牌包还带有时尚因为你就是没办法超越它嘛，还有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真的应该要检讨自己的产品，例如说星巴克自己要检讨，就是说为什么我失去了这个时尚性？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连锁店可以跟我 PK， 而且把我打下来？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地方，你搞一个咖啡加一个烤肉，这是代表时尚，这个实在是。戴奇说中国大陆剽窃，所以他的要客加关税站不住脚，因为大陆的智慧的专利权在联合国，值跟量都超过美国。未来10项领先的科技里面，中国大陆7项领先美国，3项已经快追平了。在这个情形下，你还说人家技术剽窃，站不住脚啦，戴奇。杨老师在美中对抗一波又接一波，其实先前都是美国步步紧逼比较多。你看对华为各方面的围堵301但这一次是中国大陆好像也没有再客气了，反正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对抗的措施。我们这边呢，真的要了解，就是美国这边感受简单的讲，就迫在眉睫。过去他对于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的反弹，所以川普开始实施这个贸易战、科技战。这个2025还没到，2025所设定的目标，老早都已经达成。然后呢，你看到这些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这些新三样还多着嘞，这些矿产许多的层面，真的是席卷全球，这都是事实面，不需要去捧它或贬它。因为他自己内部
的这个市场规模这么大，竞争这么激烈，哦，那这么卷的一种情况之下，它能够取得一定的市占，它往国际走，那几乎是挡不住。美国就只有批评它是产能过剩嘛，哦，产能过剩，然后对它的过去小院高墙的制裁发觉没有用，那华为手机不断的出来，那现在要大院高墙，所以呢，发觉到。那尽管这些电动车，我们刚刚讲的出口到美国的，其实只有180亿美元，占去年中美的贸易总额7000亿美元的很小一块，它也把它提高个100%的关税。那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在于哪里？美国示范，欧洲要跟随，因为他知道许多的产品，其实欧盟因为要做全球暖化的因应，所以呢，像是电动车或者太阳能板，当然会有市场。你价格又便宜，可是美国就不希望中国的产品这个到处全世界去卖，哦，所以呢，他就美国做示范，然后呢，你欧洲要跟随，欧洲会跟随吗？我觉得不会，我们来看他会不会这样跟随。那至于说这个中日韩哈，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点，北京其实根本这个就等于是看你怎么办。2019年12月因为疫情开始停的中日韩的这个三边的这种会议。有各种峰会，然后呢，有从峰会到部长会议，它已经进行了超过将近有20年的时间，代表了东北亚之间的合作关系。尽管日韩、中韩或中日都有很多其他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这个军事的这些彼此的这种差异，但是呢，作为在东北亚的邻国，还是愿意维持着合作关系。现在合作关系停了4年，你要不要恢复？如果你韩国不要恢复，那就算了；如果你日本不要恢复，那就算了。哦，日本、韩国算一算，还是要恢复。因为这就是你的邻国嘛，而且你的贸易关系这么的密切，你的军事安全的关系，其实你不要忘记有一个北韩，有个朝鲜的存在，对不对？然后过去所谈的 FTA， 现在我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恢复，因为实际上这3国已经是个。实质的 FTA 关系，因为他们都在这个 RCEP， 也就是东协10国加上中日韩这个澳纽15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哦，所以如果这3国能够更进一步的这个整合，你会不会因此韩国会说我会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入超？哦，当然有可能，但是这个对经济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中日韩呢也不要期待太高，但是呢，它至少是一个愿意恢复合作关系。我们当然都还记得日韩领袖到美国去跟拜登见面那种拉在一起我小老弟的感觉。那现在在跟中国大陆见面之前，果然光是火坑说互相的这个言辞上的交锋就已经先开始了呀。没有错啊，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看到，美国在拉他的这些晶片的伙伴啊，因为他虽然讲军事有多少伙伴，但你现在看到晶片伙伴，为什么台积电跑去日本？这当然也是美国的一环啊。美国自己在本土台积电盖了半天盖不出来，然后日本比较近啊，这个其实都是要围堵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自己非常清楚。可是当西方这些国家他们做这些动作，你会觉得很多动作很像啊，比如说日本跟韩国要求，你那个LINE有治安问题，所以应该由我们来控制，像不像美国想吃掉 TikTok 的手法？那你这个很卑劣嘛，打不过人家就要把人家吃掉。那中国大陆可以不可以讲？哇，我们那个饮料，我们可口可乐打不过你，可口可乐要卖给中国人才可以在中国大陆买卖，不可以吗？这个大家一定讲是土匪嘛。可是美国做这些事情，大家好像觉得，好像都可以啊。你今天看到情况就这样，很多人在讨论中国大陆，都忘了，都不了解中国人他有一个跟世界上很多国家会判断错误的，就他们的民族主义非常强。因为中国过去被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所侵略，那是一个根深蒂固100年来的一个积恨在里面，它就会凝聚。很多人不晓得，所谓8国联军里面有一个是亚洲人呢，他就是日本。日本是8国联军的8国之一啊。这些人都是那时候的帝国主义，所以当你做了哪些动作的时候，然后中国大陆的那个就不一样。可是他的手法跟美国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讲说，奇怪，为什么霸王茶姬可以打败了星巴克？星巴克纵横江湖这么久，光上海星巴克将近1万家，9000多家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会节节败退？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底气。中国人喝的是茶，中国人喝的是茶，那咖啡呢？咖啡代表就帝国主义，各位你懂吧？所以星巴克他们误判，他们过去没有错，纵横江湖这么久了，他现在想说，中国人最喜欢吃什么？毛泽东最喜欢吃红烧肉啊，对不对？所以就弄个红烧肉这个，他的逻辑就这样。那这个是不同样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在台北吃了一个冰淇淋，我吃过啊，卤肉冰淇淋，你要吃吗？那偶一为之，尝试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你大概不会吃第二次。但台北真的有卤肉冰淇淋，是不是？所以你今天看到敬谢不敏，太可怕了。是啊，那你用那样的想法去，你当然会失败嘛。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喝茶的，它是一个种茶的地方嘛。那他觉得这个茶是他文化生活的一个底气嘛。所以大家看到，只要这种隐形的或者那种民族主义一出来的时候，它是显现的非常的团结。那他们的手法也比较优雅，不像美国动不动就用治安、安全。那现在全世界都希望电动车，因为它符合环保，希望太阳能板，还有好的电池，这些中国大陆都是世界顶尖的。然后你用这个来抵制它，找一些借口。在全世界没办法接受的啦，所以你今天看到美国现在是节节败退，因为全世界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你只要看以色列，现在有多少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吗？大概快150个国家了。所以我马上就要来谈了，是东哥，的确就是现在伊朗的总统坠机身亡之后，引起的一连串的效应。他在这个送哀悼来袭的这个队伍上，我们可以看看画面了，几乎是团团的包围，300万人在送行。那我看到很多民众是泪流满面，哭泣，来送这位领导人。他引起的效应呢，因为他要回到故乡去安葬，所以还要上飞机，几乎队伍走走停停，走不动啊，因为大家都把它包围着。那这种气氛跟氛围里头，可能影响的，刚刚讲到民族情绪，对于伊朗人呢，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情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说了，要消灭以色列。اون وعده دیگر هم که محو اسرائیل او هم قابل تحقق تشکیل فلسطین من البحر إلى النهر。像这样的氛围里面，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他的总统、外交部长几个官员一起在飞机上坠毁死了。那调查结果虽然目前并没有说偏离航道，机身没有弹痕，其实也没有直接宣布阴谋，或者是直接这个油箱里面出了什么事情，否则他发布的事件报告是说，他没有偏离航道，也没有弹痕，但为什么飞到一个高空的高度突然起火？这个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报告里相对的保守，没有直接阴谋论，但是其他很多的国家都有疑虑。那甚至你看，哈米尼用这种以色列的仇恨的概念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吗？那例如，现在已经有3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美国国安顾问还特别去强调要关注以色列被外交孤立的这个问题。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美国正关注以色列日益遭传统盟友外交孤立的现象，还包括哥伦比亚呀，已经跟以色列断交，即将在约旦河西岸要设大使馆。俄乌战争呢，欧美国家还是说我们要支援乌克兰，但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说军援去了吗？但是俄罗斯4月已经狂轰了3200枚的导弹啊，泽连斯基说我们却没有啊，我们已经这个目前被轰大到已经包括300枚飞弹，300架无人机，被轰得乱七八糟，我们却没有办法，没有弹药武器送进来，所以现在是苦撑用混搭苏联炮弹的方法，用40年代的这个苏联旧式武器，还有太古老旧一天只能发10次这种炮弹来因应对方的先进武器吗？那以至于这个一直喊救命，赶快来啊！我们在苦撑。但是俄国国防部说，1天之内就击落了4枚美制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更多的细数盘点他们的步步紧逼。但美英现在变成俄罗斯的新目标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美英一直送武器啊，甚至本来美国方面是要求乌克兰不可以把美国送的武器拿去攻打俄罗斯境内，不是吗？但现在风向要变喽。在布林肯访问乌克兰回国之后，跟众议院共同的讨论外交事务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就被要求要开放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的可能性，以至于说有可能会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美国提供了这个武器去打击俄国本土，那会有什么
结果呢，就是不是可能成为俄罗斯下一步攻击的目标呢？英国也是一样的，因为英国呢已经同意它的武器提供的，包括飞机等等，可以去攻击俄罗斯的领土。俄国外交部发言人非常强硬，他说，如果如此，我们即刻就会对英国目标进行报复行动。所以，英国、美国都可能是下一波攻击目标吗？还有玻利维亚大使说，6月总统呢就会出访到俄罗斯，还要出席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所以大家在这个俄乌之间的选边，已不再是当时美国要求全部要一起制裁，全部要一起围堵的这个情况之下，包括以巴、以哈跟这个俄乌情况都在变了。目前伊朗的前总统过世的总统他的原因死亡的原因到现在还不晓得那也就是说，目前初步的调查是直升机没有外力攻击，然后没有偏离航道，没有偏离航道为什么会自体起火燃烧？那这样的，而且最后去撞山，这个等等这些疑问都有待解。所以目前来说是公布到第一阶段，俄罗斯他说他愿意提供协助技术上的协助来帮他们理清楚到底这个飞机出了什么问题那当然越调查越深。如果说纯粹就是机械的问题或是什么，那问题就比较小。但是如果确定有特工进来破坏，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这个会引爆区域间的更激烈的一个矛盾跟冲突。目前来讲，由于以色列原本是被哈马斯攻击的，他是受害者，可是他由于他的不成比例的报复，那么也就是说，他被杀了1000多人，可他却杀了这个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的人。杀了3万多人，而且大部分是老弱妇孺。美国自己的情报单位都证实了，哈马斯并没有被消灭，而且哈马斯还保存了至少65%以上的兵力，还有领袖出现在这个丧礼上。对，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你以色列的这个杀戮并没有杀到哈马斯，大部分你杀了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这引起了世界的公愤，所以以色列就越来越被孤立了。那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的盟国，也就是美国的盟国，包括欧盟的成员国，包括北约的成员国，他们现在根本跟美国站在不同的阵线上，他们主张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子对于美国来讲，对以色列来讲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了。那美国呢？美国由于盲目的挺这个以色列，使美国也陷入孤立，也陷入国际的公愤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国际法院也判决内塔尼亚胡是违反战争罪。美国竟然扬言从国会议长、国会，然后到他们的官员、安全部的官员，到他们的整个美国政府，说要去制裁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更引起全世界对于美国的不满。也就是说，你霸道怎么会霸道到这个地步那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像法国等很多有一些至少3个国家以上。已经站出来说我们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那么德国的态度就站出来说，如果最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那么下令通缉这个内塔尼亚胡，德国会执行。这代表什么？分裂了，他们的立场跟美国不站在一队。第二个，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内塔尼亚胡政权自己本身要对以色列人负完全的责任。内塔尼亚胡今天造成的以色列的处境，他今天要完全的负责任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处境是越来越视为了嘛？因为他的过度的攻击、反击的行为，反而让巴勒斯坦要独立建国得到更多的支持跟同情。对，你看到挪威、爱尔兰、西班牙，其实欧盟还有好多个其他的国家，加起来大概有8、9个国家都是上承认巴勒斯坦。那这3个国家最近要表示承认巴勒斯坦，这是给美国的一巴掌欧盟你最重要的盟邦，在这个时间点要去承认巴勒斯坦。他们反对美国说表示反对。你自己不是讲2国方案吗？你自己不是讲2国方案吗？当然了，你不要忘记，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也去一票否决掉了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新会员。你不是讲2国方案吗？
他的解释说啊，这个会对现在要去解决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加沙问题会受到影响，那你美国就要尽力去解决啊。结果呢，各位你知道要怎么解决？我们不是在讲内塔尼亚胡吗？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强生就在几个小时前说，现在确认了，很快的，美国国会会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美国华盛顿对国会做公开演讲，两院联席会议。哇，这是什么示范？这是什么示范？这是战犯呢！你看那个布林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后面每个人都拿那个把手都涂红了，那个血手，你手上沾满了血。那美国人自己在对他们的就是国务卿在抗议，他现在要把内塔尼亚胡战犯要请到美国国会做演讲，演讲什么？演讲如何在短短的时间杀了35000人，中间25000人儿童跟妇女吗？是不是？然后呢，你讲到乌克兰事情，这又有一个事情蛮夸张的，不过美国做对了啦。英国的国防大臣说，中国大陆正提供致命援助给俄罗斯。就昨天他就这样公开的讲哦，他哪里得到的情资？结果呢，那个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就说，我们没有观察到。其实美国当然是基本上这个没有看到任何的数字，他只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军民两用。什么军民两用？我卖给你可能做这个就是汽车的或者是零件的一些东西，也许可以用到军方的这个物资里面去。这种军民两用的范围太宽了，但是呢，没有任何所谓的直接提供在作战的这种资源，更不要说什么致命援助。那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呢，叫夏普斯啊，他也提不出证据出来。对，作为一个英国的国防大臣，都可以这样欧北共，对不对？好熟哦。我觉得今天的国际政治，好像有一点像立法院像外面那种情况一样，欧北共，对吧？随便你这样搞仇恨政治，搞这种对立，搞对抗，现在好像已经都是这种情况了。去台湾很熟悉这样的语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世界很乱，伊朗的战争，还有俄乌，所有的这些战事都没有停歇的迹象。对啊，所以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关心着伊朗的来袭啊，他到底怎么死的？人家300万人就300万人，不像台湾到不到3000人说是3万，然后媒体都很大大家讲有3万，我看了半天，我也有丰富的经验，我看半天就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没关系，我告诉你，大家记得金正恩吧，每个人都把他当做一个嘲弄的对象。金正恩不坐飞机的，坐飞机出事很麻烦，太容易被打了。那金正恩到哪里都坐火车啊，大家可以看到见川普坐火车，对，见普亭坐火车，到中国大陆也都坐火车。当然火车相对比较安全啦，除非你碰到日本人，日本人把张作霖在火车上炸死了。是，但是莱西这个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大家要找出什么问题证据？对，他不是被底下的枪或炮把他打下来，没有弹不是，痕，他那个是从里面爆炸的。对，那这个爆炸它一定是有个设计那你就怎么样，我可以掌控让它在里面爆炸。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修。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讨论国际以及国内大事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董哥；简修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简就好，大家好。两岸的关系在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的谈话，立刻让两岸对撞。对撞之后，这2天持续的展开的共军的各种演习范围越来越大，而有没有第1波、第2波、第3波？
越来越强硬。吴子嘉的形容是说，赖清德比蔡英文强硬100倍，而目前对岸所展现的态度也是继续强硬下去。看几个中国军演的画面，包括了国军雄2、雄3飞弹车进驻垦丁，就是要竖起飞弹架来警戒。画面上可以看到啊，在这种各种的地、陆、空，通通都要一起对峙的情况之下，就是要对演习来进行警戒。那国军公布这些画面，都只是想让国人安心说有，我们有动哦，不是看到央视新闻稿才发现的哦。那还有像海龙挖冰啊、登艇演练这些画面，一而再再而三都是要告诉大家说有，我们有准备，我们有观测到对岸这些演习的动向。但是其实所有的整备的阶级哦，还是处于常态编组，并没有升级，要大家不要太担心而已。那甚至空中视角也释出了，国防部把这个 P3C 的反潜舰机的监控画面也秀出来，有多艘的共舰行机说被曝光。这个国防部今天早上公布的了哦 ，P3C 的反潜舰23号执行的这个任务的时候，警戒共机的照片，还有江岛级的护卫舰、旅洋3型飞弹驱逐舰、海警船就在这里，这个加以看看这个多艘共舰的监视监控画面，甚至还公布像这样的背影啊，这个背影在看哪里？就是要看海军成功班级这个超军舰，来看监控共建绍兴舰的画面。哎呀，总之告诉大家说，我看那新闻稿最后一句就是我们要建造一个美丽的台湾，维护家园，所以请大家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像解放军这边益阳号哦飞弹护卫舰，昨天上午出现在彭佳屿西北方的时候，双方就有一些广播互相的对话，来看看这段画面。中国大陆548军舰，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的行动，将严重破坏台海区域和平。如执意进入我24海里临街区，我方将采取驱离行动。互相都说要驱离的各种的这种喊话，也是在海上进行。那是继续在围台军演的情况之下，今天的演习重点，根据 CSIS 的主任形容，这叫做联合夺权的概念，主要检验夺权夺岛、要遇空战占领的能力啊。像裴洛西访台期间所做的，虽然多了一个导弹，但北京现在做的是。分析起来是一种新常态嘛，其实早就是新常态，现在只是范围更扩大、更密集。这次叫做近围锁，还有动画呢。这次的动画里头包括了如何围岛，看看近围锁的这个动画画面，可以告诉大家，尤其在花东一带，距离很靠近，这种近围岛的动画影片，就是在告诉这个大家说，现在演习的方向跟可能的目标如何。那甚至是不是恫吓的画面，还有导弹的攻击呀？我们来看看导弹攻击的画面呢，甚至是用模拟动画，落点在几个地方，落点包括了台北、高雄跟花莲，那包括了海上的艇舰、空中的军机如何发射大量飞弹的画面，这都是模拟画面。这种模拟动画公布出来的意图，想要做什么也很清楚，是不是真的有动念，是不是真的只是模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下一步会是什么？两岸之间在对撞、互相没有回头路的状态之下，是不是真的就要这么的兵凶战危了呢？而共军的围台展现被形容叫做无死角打击能力，大陆的专家形容这个根本就是毁困阻。无死角要打击的训练，让东西对进的威逼情况，要断3条台湾周边海域的线路，包括了进口生命线、能源的部分。台独势力逃跑线，还有美国盟友，包括日本啊，还有韩国等等可能的支援线，如何切断是这次演习的重点。所以 BBC 报道认为，这次演习是第一次模拟全面攻击，而不只是经济封锁而已。要多警戒呢？我们政府跟我们说，常态就好，不用太警戒。但是海警船首度闯到了东引、乌丘，限制水域。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可能复制金门模式到其他海域。过去叫做弓箭头的概念设计，进逼意味更明显，甚至暗示进一步会扩大对台军演。新华社抨击这个就是把台湾民众一起由赖清德绑上了哪里？台独战车，必将碾得粉身碎骨。重回到很像国共内战的氛围，媒体战、文宣战，那互相的喊话。但是倒过来，解放军演习影片也曝光了，他也对国军的淮阳舰喊话：“你不要为台独卖命。”又有一段对话的影片，来看看这段画面。中国台湾937舰，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
你无权干涉。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甚至干扰我行动，我将采取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台海安全。互相公布影片，互相对话叫骂哦，不叫骂还不至于，就是互相喊话了哦。像这种氛围底下，董哥有人说：“哎呀，这只是必须要经过一个关卡，真的要动武吗？”有人质疑，有人觉得随时可能要必须备战，准备做好了。因为你军队平常如果不打仗的话，就要常演习，模拟这种状况，要不然你没有真正去面对一个场景的话，这个部队就不能打仗。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厉害可能是俄国人跟乌克兰人，因为他们只知道怎么打嘛。那大家可以看哦，就是说他这一次的整个情况，因为他师出要有名嘛，他才能说我出动这个。那这个当然就是赖清德就职讲了新两国论的这个讲法，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师出有名的2024 A。那 A 表示什么？表示说他有很多计划 ，A 计划在什么情况下用 ，B 计划在什么情况下用，每一种的方式不一样嘛，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那这思考当然他有很多背景，赖清德上任，然后大概2月14日，金门有2个中国大陆的移民被弄死了嘛，这个到现在不交代，尸体把人家扣着，金门把人家扣着，然后船也扣着，然后不闻不问，就是一个蛮横态度。这个在中国大陆来讲，它是有个非常生气的一个氛围在，所以这个都要交代。那我们看他这次跟过去最大不一样，就是他把外岛都涵盖了，对外讲说怕外岛的军队会来驰援台湾，其实不太可能，外岛自顾不暇，而且外岛军队很少。他也没有办法过来，他只能坐船或坐飞机，一出动就被打沉了，这个没地方躲。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所有东西涵盖会让人家觉得说肃杀的味道比以前还重。但是他也讲很清楚嘛，第一个，我们针对你的来源，人员嘛，台湾最脆弱就是人员啊，没有人员你就没有什么国力了。尤其民进党政府，你的天然气是50%。天然气用不到2个礼拜，围起来你台湾就一半的地方就没有电了，那你就垮了嘛。军队也不能动，民生也不能动，整个机构政府机构大半也都瘫痪了嘛，就是很简单。所以第一个是人员，第二个是美国人们来援助，围起来美国不敢进来，绝对不敢进来。虽然嘴巴会讲怎么样，但是不敢讲。可是第3个讲了才让人家可堪玩味。我们要预防那些台独人的绕跑。从东部跑掉从花莲从台东这边跑掉，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台湾很多人认为说，如果真的打仗，这些人会跑那其实他把这个氛围弄出来的话，这是他今年的第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针对赖清德所讲的话来了。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会，因为他最近动作很多嘛，包括制裁了很多人，包括盖拉格这些人都被制裁，然后包括很多美国的公司也被制裁，就他有步骤，因为他知道美国最近对他们动作很多。为什么？因为美国在选举啊，那你选举，你为了自己好看，每次都要我做牺牲、做配合。我们配合的下场是什么？被你整得更惨。那现在不要跟你来这一套，因为美国我已经郑重跟你讲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我们没办法推让的。那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都跟你讲了。那你还要玩这一套的话，所以他这个动作就变成很肃杀。那我们知道民进党赖清德上任以后，国防部长是顾立雄他也是非常硬的。好，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些动作嘛所以今天要警告了，虽然眼看好像是新的赖清德政府，但不是嘛，是告诉美国人，我们旗都封起来了，你根本进不来，你要来援助台湾。没有，你没有地方可以援助，对不对？除非你跟我直接对干，但你不敢嘛。在这个地方打仗，你美国不会打赢啊，也不用讲自己多厉害。所以他把这态势弄出来的话，其实美国自己也很清楚。那我觉得说，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这边有怎么样的回应，他就有 B 计划、C 计划会出来。这个出来的话，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动一动，知道万一要打仗的时候，我们这一次要用什么计划来打台湾，来占领台湾，所以他会有一个这样的首尾呼应的。那我觉得说这个
已经不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只针对台湾本岛，或者他只有一些动作，不是，他这是一个全面的围起来，然后可攻可守，动作会非常迅速，这跟过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跟方法。赖教授，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官方的反应，国防部啦，或是赖清德总统啊，回应是相对低调很多的，而且把力气民党都放在哪里？立法院呐、场外要抗议啊，哎呀，藐视国会啊，甚至习近平是出现在立法院啊，说控制国会嘛，所以基本上是把这个共军演习的风险度想办法再降温，是这样的氛围吗？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外行哦，刚刚上任，然后都是大外行，然后马上面临这个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哦，因为怎么做都会露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赖清德没有能力处理，顾立雄也是如此，所以他才会说：“哎呀，我们有应变中心。”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个部长到这个衡山指挥所坐镇在那个地方，跟你不去不一样的氛围，那个强度跟大家的注意力跟认真的程度是会有不一样，一点点不一样，那就影响很大，因为它是一个指挥中枢哦，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地方。那很明显的就是都是外行，都在做政治宣传。问题是这样子哦，问题是在于说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对于他真的要搞台独，能够有多大的帮助？能够进展多少？那最终能够台独吗？能够台独吗？敢真的宣布台独吗？能够达到目标吗？达到你今天直接宣布台湾就是独立了，然后会不会爆发两岸的冲突等等打起来？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大家都很清楚，你会获得美国真的对你的支持吗？等等，你已经是一个总统了，你有权利了。你在立法院虽然是少数，但是呢，你在立法院里面把整个秩序搞乱了。你没有得到60%人的支持，你就40%，也就是你是一个少数民意的总统，都要给你干4年了，你还要把台湾带向哪里？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一个嘴巴就给大陆提供一个宝贵的经验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各位观众朋友，你想啊，这么多的战舰上面都有各种导弹，这么多的战机，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些火箭军。还有这个远箱火，就远程的火箭弹啊。那么这一些它都布开的时候，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任务，都有它的目标。也就是说，我这个飞行员，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的旅、我的连或者我的连队、我的中队，我的任务是什么？那他有这个任务，他要练打。可是如果你没有给他创造机会，他就没有办法到台湾的周边来练打。他只能在大陆的某个地方练打，但是那个不真实。可是抵近台湾的周边来练打的时候，这个就很真实的了，因为这个直接在台湾，在这些海域，在空中船舰碰到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我怎么打？然后我要打高雄港、左营港啊，然后我要怎么去封锁？我要怎么样把支航基地摧毁？是由哪一个飞行员来负责？然后我的战略轰炸机怎么绕过来避开你的雷达，然后到你的上空这边来的时候，然后对你的嘉山基地进行攻击等等，这些演练，坦白说，在台湾的周边来进行演练，这个经验真的是很宝贵，千金难买。那你赖清德的一张嘴，一个讲话，然后就给大陆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宝贵经验。他就来练一次，那等到你下一次你又一张嘴又讲话，他就再来练一次。所以他的这一些指挥官越来越熟悉怎么打，然后再看看你的反应速度有多少，你的爱国者2、爱国者3什么时候才能够拉到位，你什么时候才能拉起来，我的电战机什么时候要进来，然后让你在还没有办法反应的时候，我就已经摧毁或者瘫痪你的电战系统，我的攻击这个打这个辐射的这些导弹就整个摧毁下去。我可以看到你的移动路线等等。我觉得有没有必要，赖清德有没有必要这样一直不断的挑衅？我严格上来讲台湾这次的民众真的是不紧张，但是有担心。然后大家看得更明白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得更明白的是这一次解放军的军演是关门大渡，打独了就是把门关起来，专门来打台独。那换言之，也就是你想往外跑的，我把你切断。4月份的时候，台军跟美军不期而遇，太平洋那么大，两军那个船在海上看这么一点点，
你竟然会不期而遇，那很明显的，那不是不期而遇嘛，那是讲好的，就选择在某个地方举行海上补给演练。你已经进行了海上补给演练，解放军当然就要进行一个切断你的补给线的演练的这种作战态势。我个人是认为说，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少数民意的领导人，你已经当总统了，4年都在你了，然后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去挑衅，少说是好事了。当家是最好不要闹事，但问题是哪里都还在闹。我相信杨老师因为待过国安会，感受跟一般民众不一样，但是一般民众的确也许不到无感，但相对的确不是那么紧张。那你看股市还是稳住了，那民众感觉到的风险跟您待过国安会感受到的这次观察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们类似在台海周遭的军事演习，也不过就是3次嘛。95年的飞弹危机，然后呢，22年的时候裴若曦来台，以及这一次，那都有他的这个理由。比较近的是大概1年9个月之前，22年8月的时候，裴若曦来台，第一次你看到了围台军演，对不对？大家其实没什么紧张，因为他是针对美国，可是呢，他也真的试射飞弹。这一次呢，真的魔鬼在细节里面，大家一定要理解，他整个包围圈缩得更小了，东西南北都有了，然后还有4个层面。他自己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海空战备警巡，所以就基本上飞机、船只现在都在这个区域里面，而且更靠近台湾，然后夺取战场的综合控制权。这是什么？这是火力，这是雷达，这是这个所谓的电池的这个掌控，也为下一波的攻击做准备。然后呢，联合精打要害目标，各位大家都不紧张，这是第一次他讲哦，他是要打台湾内部的这个目标哦，那当然就是政治或者军事或者是港口。你看他做的那个就是漫画动画，对不对？他这是不打飞弹，为什么不需要打？上次试过了，然后又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真要打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说要打这个要害目标。那还有第4个，它就是所谓的岛链内外一体联动，它也有岛链的概念啊。你赖清德在就职演说的时候，你说第一岛链，台湾位于第一岛链，我们的总统致辞的演说居然把美国的本土防卫的第一岛链把它放在里面，好高兴的说我是美国本土防卫的第一线，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重点是，他针对的台独，已经认定你赖清德的这个讲话就是2国论，就是台独的这个宣示。同时呢，美国也一开始的时候都说管制、管控，到后来发觉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还拍个电报，布林肯还说欢迎。他知道美国现在要透过台湾打这个代理人战争了。美国你看他对中国大陆现在全面的展开贸易、科技各个层面地缘政治，尤其是在那个中俄联合声明之后呢，他更感觉到这2个大国结合在一起对抗我。然后呢，我过去对他采取的这些管制的这个作为没什么效果，华为的新手机不断的出来，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在地缘政治上去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去压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不就是一个刚好的，而有人就很高兴的愿意做这个第一岛链代理战争的这个急先锋所以接下来这4年，我觉得大家都要准备，这个两岸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的确是很严峻的这个情况，不得不谨慎因应。